他的出现是这个世界的异常，就像是黑夜不再黑暗，满月不再圆满一样。你是？这是我在这里长久以来第一次看到化作人形的另一个存在。他在水中探出头来，四处张望，没有望向我，而他那白皙的脸庞及暗红色的长发却紧紧地抓住了我的目光。怪了，这么安静，不是到刚才还有人在唱歌吗？果然是个见鬼的地方。哦，我们终于对上了眼，他的瞳孔散发出跟他的长发相似的暗红色，一不注意，我便被他深邃的瞳孔吸引，就像是深沉的黑洞一样。而他打破了我们之间的沉默。一见面就这样盯着人看，对吗？抱歉，因为是第一次看到人类出现在眼前，就……你不是也一直盯着我看吗？我也跟你是一样的，彼此。但我不是人类。看得出来，就是你带大家到对面去的，对吧？是，虽然你有点不太一样，要说你的故事。先告诉你，我可没有要去对面的意思哦。他望着我的小舟，看来已经从这些线索摸透了我，而我的工作对他来说似乎不值一提。能告诉我理由吗？会来到这里的人应该没有其他目的。如果是这样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和你不一样，因为摆渡人是我的工作，我必须见证你们的一生。是吗？没想到有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。没什么，对我来说已经是日常了。物以类聚啊，那就姑且听我说说无聊的故事吧。他似乎从我的话语中听见了些弦外之音，开始若有所思地低下头来，欲言又止。我在等我妹妹，虽然我并不希望她出现在这里。原来是这样，抱歉，这里人来人往的，提过想见姐姐的孩子实在太多了。别想太多，我也不差再多等几万个灵魂。那是超乎常人的思念，就算这个世界抹去了岁月的痕迹，他的声音依旧充满了沧桑。已经数不清等多久了吧，很煎熬吧。怎么想都是你比较苦吧，每天唱的都是那些听了会很难过的歌。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到头来都没有东西能够歌颂的话，就太可怜了。真是个烂好人。同为不断等待的人，他的挖苦在我的眼中却更像是慰藉及肯定。正因为有了这份默契，我没办法让他就这样离去到彼岸。我了解了，我和你一起找找。上船吧。怎么了？他潜入湖中，再度探出头来，但从未将他的身子抬到湖面上。刚刚上来的时候就在想了，原来这么多人里面，只有我上不来啊。哎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不论是受到歌声吸引，或是无法离开湖面，这一切都是他对过去的眷恋，
也是束缚。去不了彼岸的他，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无止境的等待。我的日常开始出现了变化，因为有了他的存在。无法数算时间的我们，一起倾听着灵魂的故事，就这样迎来了第1亿1000万个灵魂。话说，从见到你的时候就很想问了，怎么？明明这么冷，你也穿得太有趣了吧？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么穿的，没有冷不冷的问题。难道我有穿得这么奇怪吗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不像是你会穿的衣服。长得好像你知道我会穿什么一样。倒是你……好问题，我确认一下。什么？有穿。只是想问你会不会冷而已，才说什么呢？有时，在梦中的我会被他叫醒，我们再度一起迎来了第1亿5000万个灵魂。你有想过我们谁比较老吗？如果去算我经历过多少人的人生的话，应该是我吧。麻烦的家伙我也经历了不少啊。不要这么说他们，你应该懂的。我也是麻烦的家伙啊，没关系吧？好好好。不过，在意谁比较老做什么呢？这样就可以嘲笑你这个史上最老的老婆婆。你开心就好。生气了？怎么会？只要想到我没有像你一样泡水泡到皱巴巴的皮肤，我就很开心。这不是生气了吗？哇，真的皱皱的。让我最无法忘怀的是，我们一起唱诗的时候，那是迎来第1亿9000万个灵魂的日子。我说，虽然你可能没兴趣，看过百合吗？当然看过，那是我们家最喜欢的花。真是意外，不过我也很喜欢。你是说你身后的那片花园对吧？可惜看得到摸不到啊。没关系，我拿给你。真是怀念，这么漂亮的花，却每次都被用在墓碑上。我想，那是因为只有人死后，才配得上这朵花吧。我一直认为，把灵魂送到对面去，是在寻找月亮。但是，如果到了之后，还是发现遥不可及呢？说起来，这里就只有月亮和百合是白色的呢。大家的人生都已经谢幕，但只要在这个漆黑的隧道持续走下去，会看到出口的光的。所以，你才会让每个灵魂都带着百合。尽管百合代表着死亡，但却也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爱。所以，你也应该要有一朵。它会在水里枯死的。真是遗憾。那，换个方式让它陪着你吧。我决定献上自己珍贵的魔法，让百合的花瓣纷飞在这个深不见底的湖泊上。Gleaming like blues in a flower in the sky.
金黄色的灵魂光点从湖中浮上，散发出了温暖的光芒，缓缓地漂浮到天际，迈向满月。四季感觉都回来了呢。我们的交心不需要任何名义。说起来，我们都还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呢。不必记得我的名字，但愿你能记得我的存在。那天，我们目睹了灵魂在彼此交融后，逐渐消散，回归虚无的惊人现象。但比什么都重要的是，我们记下了彼此灵魂的存在。